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我们都知道啊，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现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牛市行情。但在这样的行情当中啊，有很多人赚钱，同样比例的是，也有很多人在亏钱。亏钱的原因呢，无外乎是追高进场之后被套牢，因为下跌速度比较快。那下跌速度快的原因是上涨速度快了之后必然会发生回调，回调之后很多人拿不住，调仓换股之后啊，正确来说应该说是调仓换币之后造成双重打击，叠了 buff 啊，造成了大幅的亏损。那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首先还是要看一下比特币。那比特币的这轮行情，我之前给出了非常基本上完全符合我们 K 线西游战法规律的一个解读。首先是在6月初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一波上涨突破之后呢，形成筹码空缺区，上方构成了一个三角形收敛结构的盘整过程，然后有缓跌造成了急跌，急跌之后呢，对前面6月份的上涨进行了1次回补，然后这里看到了2次回补、3次回补和4次回补之后，构成了图片当中的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由于比特币月出现了行情，在10月16日发动了突破，快速上涨之后，这个位置上还有一个假的 SEC 通过了美国 ETF 啊，一个假的消息让比特币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8节阳线。虽然是假的消息，但是上涨是真的，突破也是真的，所以呢，我们当时就预测在比特币月行情当中容易出现一波突破。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了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它经历了4小时级别震荡的调整过程，然后继续上行，继续上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又回到日线级别，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在11月9日的这个 K 线。那这条 K 线呢，又是一个标志性的悟空阳线，悟空阳线后面的这些 K 线同样叫做干扰性的 K 线。所以呢，对于上方来讲，我们有8节阳线、沙僧阳线、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预期，同时把时间级别切到周线级别，可以看到啊，本周啊，它是一个非常动荡的一个周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看到6月份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出现之后，连续盘带干扰性 K 线、妖怪 K 线，最终呢构成一组悟空阳线。注意看啊，这里的悟空阳线是周线级别，周线级别悟空阳线之后走8节阳线，那么走到这个位置上，当前$38,500附近的这个比特币的行情正在走的是一个沙僧阳线。那周线级别的沙僧阳线代表了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啊！这是我 K 线西游战法这本书里面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个人物，沙僧阳线。沙僧在《西游记》里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啊，这个援引自凡凡读书会啊。但走过人生跌宕起伏之后，上方我们将会迎来唐僧阳线。所以呢，本轮行情目标点位保持不变，在$42,000，在$42,000，它是一个过程。我们正在经历的是周线级别沙僧阳线震荡的这个势力范围。那么我们看到前面行情当中已经走出一轮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经过整理震荡，目前它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在4小时级别上已经以横带跌通过了焦点，但是焦点区域本身就是一个容易发生变盘的一个位置，所以呢，在今天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比特币在15分钟级别到小日线级别反复下杀插针啊，这是一个震荡的表现。那震荡表现过后呢，我认为是有机会回踩$33,500，这个位置是4小时级别169日均线啊构成的一个支撑，如果回踩这个位置上是可以做多的啊。但是当前震荡行情当中，虽然日线级别有悟空阳线，上方有8节阳线的预期，但是当前的结构处在一个相对不稳定的横盘时间过短的一个结构当中，因此呢，在牛市行情当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保住仓位安全，保住本金安全，适当设置止损，在上涨的途中要保留底部的仓位啊。那在高位接盘之后，一定要设置止损，保证自己的本金安全。那在事实上，我们 K 线西游战法获利非常简单，抓住位置，把握趋势啊，有了一个仓位之后，自然能够获利。那么行情走到比特币高位震荡盘整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很多山寨币啊，经历了一波拉升之后快速回落，在高位啊，像 Luna 这种币种反复震荡啊，又多又空，形成了很多干扰性的 K 线
在这种情况下，不建议大家反复调仓换股如果你在某个币种上赚钱了，可以做一定的止盈动作；如果亏钱了，稍微做一点止损止损之后呢，耐心等待更低的价格，把这个仓位，把这个自己的成本打下来那同时呢，今天我们也看一下一些比较热门的币种。那么今天我关注到币种非常重要的一个币种是 ME 这个某某币然后是在币安平台上我们看到今天出现了一个突破性的动作。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突破性的动作非常精彩，走了一个小时线级别的上涨，由连续上行之后创立了本轮行情当中这个位置0.03美金上方已经出现一个新高。我认为这个新高出现之后具备一定的连续性，小时线级别上涨吸收完成之后，要把时间级别切换到4小时级别。4小时级别上我们已经看到这个位置上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正在走8节阳线。如果4小时级别的8节阳线的开盘价0.029不跌破的情况下，是有机会走一轮4小时级别完整的上涨吸油。同时呢，也可以看到它的日线级别上刚刚有所表现，证明市场行情轮动到 ME 这个Binance 平台的一个次新币种上了。轮动到它的表现是有机会完成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的，所以呢，今天在底部参与或者是追击进场的朋友，设置止损之后，一定可以是拿一拿的。因为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次新币种，甚至是刚刚上线 Binance 平台的一些币种，包括奥迪表现都非常出色所以呢这也是目前很多经典币种比如说 Cake 它出现调整之后，资金板块轮动形成的一个跷跷板效应，正在偏向于市场当中的新币和次新币的一种表现。那么在这轮行情当中，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量化策略。我们的量化策略呢分为2种，一个是 AI 1号策略和阿尔法策略。那 AI 1号策略呢，只在3种情况下能够获利。第一种情况是单边多头，第二种情况是回踩之后反弹，那第3种情况呢，特别适合于震荡行情震荡行情才能获利。但是呢 AI 1号模型不适用于单边下跌没有反弹的下跌在单边下跌的途中它会受到资金的回撤有这个回撤的风险。然后我们最近开发出来的阿尔法策略呢，更适合于单边上涨单边下跌巨幅波动但是阿尔法策略也是有一定的短板的，它不适合于快速的震荡行情，反复的震荡行情，它将在震荡行情当中遭到一定的磨损。所以呢，你看所有的策略大多数时候都适合于几种模式这些模式呢是K 线的一些模式，但是呢往往都会有一个短板即使一个3好学生，他必然会在某一方面也会有一定的短板。所以呢，我们更多的建议大家是2个策略都配置一些。当然了，我们现在最经典的就是 AI 1号策略。那今天早盘我们就看到 AI 1号策略是在12点前后有一定的回撤的。为什么出现回撤呢？因为比特币出现了单边下跌，造成了大部分的主流或者山寨出现下跌。在下跌途中，我们的 AI 1号策略会智能甄选出下跌比较多的，并且成交量比较高的、有一定深度的币种进行参与。做了一些马丁或者网格的进场动作之后最终呢，我们看到比特币出现了一个反弹。那么我们的 AI 1号量化策略很快就翻绿这个策略翻绿回本之后，然后这个盈利马上就跟了上来。所以呢，目前来看，我们的 AI 1号策略非常稳定在大概70个交易日的测试当中，我们的最大回撤仅有 3.5%， 目前呢是遥遥领先于市场。那么看一下年化年化我不想说这个，因为年化它是动态的，很多刚进场我们 AI 量化策略的朋友，年化甚至能高达300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年化可能会稳定在150左右。看我们大部分都是稳定在150左右，这个年化在市场当中还是遥遥领先的。那么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